大家好，外牆是建築物抵禦防水的第一道防線，其裝飾材料的選擇與施工品質，直接影響了建築的防水性與耐久性。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與環境的變化，各種外牆裝飾材都可能出現漏水的問題。今天我們將深入分析常見的5種外牆裝飾材：水泥粉刷面、防水漆、抿石子、瓷磚、大理石外牆的漏水原因，並提供專業的處理與修復建議。外牆漏水的根本原因，無論外牆採用何種裝飾材料，漏水的根本原因通常可歸納以下的3點：一、結構性裂縫，受地震、地基沉陷或建築物老化影響，產生貫穿性的裂縫，是最主要也最難處理的漏水來源。2、材料老化與劣化，長期受到紫外線、酸雨、溫度等影響使涂膜粉化或剥落，填縫材失去了彈性，防水能力會下降。3、施工瑕疵，施工時未確實做好防水層，水泥砂漿比例不當，或不同材料間的接縫處理不佳，如窗框、冷氣孔周邊形成水的滲透路徑。各類裝飾材的漏水原因與處理方式：一、水泥粉刷牆、抹灰牆是建築最基本的防護，但其剛性特質會隨着建築微震或熱脹冷縮開裂。常見的漏水原因：一、裂縫問題，包括水泥收縮產生的乾縮裂縫及日曬溫差產生的溫差裂縫，即使是法式裂縫也可能產生毛細現象吸水。2、結構交界裂縫 ，RC 結構與氣體和粉刷體的變形率不同，常在梁柱交界處出現典型的45度裂縫。3、基層瑕疵，粉刷層與底層的粘結不足，產生的空鼓，俗稱膨共，會形成夾層走水。此外，若基層鬆沙的話，防水層也難以附着。4、細部構造失效，窗框四周未做止水，台面無泄水坡度或者滴水線，以及冷氣管孔、鐵件固定孔等未做封實。處理建議：細微的裂縫可塗布高彈性的水性亞克力防水漆。若裂縫較大或者有孔洞，需先用樹脂砂箱去填，再施作防水層。若有大面積剝落、孔洞，則先需將鬆動的地方打除，使用樹脂砂箱全部修補基層，再施作全面性防水層。2、防水漆雖然施作快速但壽命直接受陽光及雨水的影響通常3至5年需維護。常見的漏水原因：一、漆膜老化，失去彈性後就無法承受墙體微小的熱脹冷縮或變形時就會開裂滲水。2、基層處理不當，在含水率過高或粉化的基層上施工，導致起泡或剝落。3、局部修補風險，新舊塗層交界處咬合不良，形成新的進水點。建議處理：修復前必須徹底的清潔牆面，鏟除所有鬆動、粉化的舊漆層，並清除青苔。針對較大的裂縫，用樹脂砂漿填補。重新塗布時務必遵循一底兩面的原則，確保防水層的膜厚足夠，才能發揮應有的防水與隔熱效果。3、抿石子，美觀但具有極強的毛細吸水性。常見的漏水原因毛細吸水牆表面多孔，遇水則吸饱水分跑向內部滲透。隱蔽性裂縫，裂縫遍布於石縫間，不易察覺。界面層老化，產生空鼓後形成夾層走水，導致室內出水點與外部滲入的不一致。處理建議：最理想的處理方式是使用透明防水漆，形成波水層，但不改變外牆的外觀。較大的結構裂縫，則需先使用低壓灌注或透明的彈性填縫材去修，再全面性的塗布透明防水漆。4、瓷磚的外牆，瓷磚本身不易吸水，但細縫與連着層是最大的弱點。常見的漏水原因：一、填縫老化，最常見的進水點，填縫劑長期風吹日曬，它會收縮開裂，讓水從縫隙滲入。2、瓷磚膨共，瓷磚與基層分離，水汽進入空隙後造成室內的牆面滲水。3、施工缺陷，粘着層不實或未設置滴水線，導致積水。處理建議：填縫更新，刮除老舊填縫，重新填入防水填縫劑或者彈性填縫水泥。透明塗層，在瓷磚表面涂布透明防水漆，形成無縫的防水膜。
捧共處理必須將捧共的瓷磚打除，檢查底層的 RC 結構是否有裂縫，修補防水層，再重新貼磚。5. 大理石外牆，大理石外牆的漏水問題比較複雜，需要區分乾式工法或濕式工法。乾式工法利用金屬骨架和固定件將石材掛在外牆上，石材與牆體間會保留一個空隙。常見的漏水原因：矽利康老化、石材溝縫、螺絲孔矽膠久了，它也會萎縮裂開，導致雨水會滲入。排水設計不足，鋼掛式系統背後若無良好的排水系統，積水會導致長期的潮濕。處理建議定期檢查或更換耐候型矽利康同時確認背後排水是否通暢。濕式工法直接使用水泥砂漿將石材粘貼在結構面上。常見的漏水原因：石材背後的水泥砂漿層積水，導致石材吸水後產生的白化滲入室內。處理建議：由於拆卸大理石的成本極高，通常會從室內使用高壓灌注的方式，將發泡注入牆體內部，阻斷水路。此外在石材表面塗布石材專用的防護劑，可以有效地降低石材的吸水率。外牆漏水問題的解決關鍵在於精準的判斷漏水點與選用正確的修復材料。無論是哪種裝飾材，都應定期的去檢查，特別是窗框、女兒牆、冷氣孔等細部接縫處。一旦發現了問題，應盡早尋求專業的防水工程人員協助，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才能確保建築物的長久健康與居住品質。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感謝你的收看。